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迪麗熱巴粉絲花15萬雲包場，送騰訊視頻月卡免費看劇。近日，迪麗熱巴粉絲發起雲包場行動，為新劇《白日提燈》宣傳造勢。據粉絲組織透露，此次包場金額總計約15萬元，用於購買騰訊視頻會員月卡，免費贈送給觀眾觀看新劇《遊民星空》。《白日提燈》是迪麗熱巴主演的新劇，近期官宣後宣發力度極大。據業內人士透露，微博開設了專屬話題頁，騰訊視頻給予首頁黃金推薦位，海外版權已預售至115個國家。在時尚圈，迪麗熱巴也獲得迪奧超級高定全球首穿等頂級資源，被粉絲稱為迪長女待遇。雲包場是近年粉絲應援的新形式，粉絲集資購買視頻平台會員或觀影券，供普通觀眾免費領取，以提升劇集播放量和熱度。此次行動由迪麗熱巴粉絲後援會統籌，資金主要來自粉絲自發攢錢。據粉絲組織介紹，有人通過存款理財，有人日常節儉，從去年開始陸續籌集。迪麗熱巴本人也曾在社交平台鼓勵粉絲參與，表示自己將率先投入一定金額。粉絲雲包場並非首例，但此次金額和規模仍引發關注。有網友質疑粉絲花錢替平台打工，也有人認為這是粉絲表達支持的方式。騰訊視頻和微博官方也為該劇提供了包場支持。迪麗熱巴新劇未播先宣14個聯名，品牌到底在賭什麼？一部還未開播的劇集，憑什麼讓14個品牌搶着結親？迪麗熱巴、陳飛宇主演的古裝奇幻劇《白日提燈》剛官宣定檔，聯名品牌就一茬接一茬的冒了出來。截至發稿，劇集還未正式開播，已經有瑞幸咖啡、名創優品、銀泰百貨、Just Photo 等14個品牌發布聯動消息。顯而易見，品牌方已經等不及劇集播出後再下注了。開播前就造出如此大的陣勢，《白日提燈》的這份豪華聯名名單，不僅僅是對一個流量明星市場號召力證明，更標誌着影視劇商業化邏輯的根本轉向。在這場以押寶為核心的商業遊戲裡，品牌爭奪的早已不是單純的曝光位，而是 IP 生命週期的第一波紅利。品牌為何押注一部未播劇？在長劇市場收縮的當下，一部未播劇收穫14個品牌的押注確實不多見。未播2個字意味着一切不確定性，對於每一分投入都需要確定性、回報與增長的品牌而言，開播前押注似乎並不是一樁好生意。但回歸到《白日提燈》劇集本身，品牌的決策其實也不難理解。數據是最直接的答案。《白日提燈》官宣定檔後，抖音話題突破40億，當日新增3.25億，雙端預約量均破450萬，微信指數拉升率達1695%。一連串數字已經給品牌方傳遞了劇集流量底盤夯實，未播已有爆款箱的信息。當然，數據並不能代表一切。白日提燈被押注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內容本身。當下品牌正在經歷一場從流量處達到心智佔領的轉型焦慮，真正稀缺的資源不是曝光，而是心智，即讓用戶記住、喜歡、信任的能力。而優質內容天然是心智入口。Z 世代年輕人追求情緒價值，熱衷社群經濟，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高度認可，成為了拉動影視 IP 衍生品市場快速發展的核心消費群體。這正是《白日提燈》被品牌看好的深層原因。《白日提燈》的導演秦真曾執導《長相思》系列爆款，對古裝情感與宏大敘事有着較強的把控能力。萬靈之主與少年將軍的雙強設定，以及五感互通、痛感相連的極致拉扯，既有情感張力又有視覺奇觀。迪麗熱巴回歸古裝舒適區，
與陳飛宇組成雙頂流加雙強 CP， 新鮮感十足，都在為劇集保駕護航。更重要的是，古裝劇核心受眾、迪麗熱巴粉絲群體、年輕新消費勢力三大圈層高度重合，而他們正是情緒消費的主力軍，願意為情感認同買單。而更現實的考量是提前入局的性價比，播出後聯名授權費可能因熱度飆升而水漲船高，甚至會出現資源擠兌嚴重的情況。未播階段入局讓品牌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產品研發、物料準備和營銷預熱，這是一種高確定性的商業邏輯。品牌印錢入局可以看作 IP 價值的提前鎖定，正如浪浪山小妖怪在電影策劃階段就介入衍生品運作，設立雙制片人分工負責制片與衍生品運營，實現了產業布局的前置化。白日提燈的未播先簽，同樣是這種前置思維的極致體現，在熱度還未完全釋放時進場，用較低成本鎖定優質資源，精準收割 IP 生命週期的第一波紅利。品牌不滿足於在劇中露臉，品牌與影視劇聯動是近幾年才興起的一種合作形式，而這背後是品牌營銷邏輯的轉變。過去，品牌與影視劇的合作邏輯簡單而直接，即追求高曝光。一部熱播劇意味着高收視率、高討論度，品牌花錢在劇中植入產品，主角喝一口飲料，鏡頭掃過一瓶護膚品，場景裡擺着一個家電就能收穫海量曝光。彼時，品牌的訴求是觸達，讓盡可能多的人看到品牌的存在，這是一種典型的流量思維。品牌扮演的是贊助商角色，劇集負責提供流量入口，品牌支付過路費。但這種傳統合作模式的效果也在逐漸下降，最直接的原因在於流量不再是稀缺資源。現在打開任何一個 APP， 開屏廣告、信息流推廣、短視頻投流，品牌觸達用戶的渠道從未如此之多。問題也隨之而來。用戶記住了品牌，卻並不喜歡品牌；用戶看到了廣告，卻不會為之買單。品牌焦慮的本質不是觸達不到用戶，而是觸達之後無法建立連接。這也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洞察：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，消費決策的核心驅動力正在從功能滿足轉向情感共鳴。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調研顯示，當一個國家人均 GDP 突破1萬美元，居民消費將從物質性、生存性消費轉向精神性消費。Z 世代年輕人購買一件商品不再從好用、便宜等產品功能性角度出發，更多從想起某個角色、承載了某種情感等精神層面的滿足出發。這正是影視劇 IP 的價值所在。一部優質劇集天然具備情緒承載能力，觀眾會為角色的命運牽腸掛肚，會對劇中的場景心生向往，會與虛構人物產生真實的情感連接。這種連接是任何廣告創意都無法複製的，而品牌選擇與影視劇聯名本質上就是一次情緒借勢，借用 IP 已經凝聚的情感能量，轉化為品牌的用戶認同。回顧品牌與影視劇合作的演進史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從植入到聯名的躍遷軌跡。傳統的影視劇植入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硬性曝光，這種模式的核心缺陷在於品牌與內容之間缺乏有機聯繫，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有故事的產品，而是一個在劇裡露臉的廣告，並且植入的生命週期相對比較短暫，劇集播完即曝光結束，品牌與用戶的關係也就戛然而止。於是品牌開始嘗試深度植入，比如《慶餘年2》中的安木酸酪和純真酸奶鋪都被嵌入了劇情之中，與角色的吃穿住行關聯。這種升級讓品牌從背景板變成了劇情的一部分，曝光效果大幅提升。但即便如此，品牌與用戶的關係仍然是單向的，品牌輸出，用戶接收，缺乏互動和共創的空間。聯名模式的出現徹底打破了這種單向邏輯。
當品牌與影視劇推出聯名產品，用戶不再是被動的觀看者，而是主動的參與者。他們會為了一杯聯名飲品專程去門店打卡，會為了一個角色周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，會為了集齊全套徽章而反覆消費。品牌與用戶建立的不再是認知關係，而是認同關係。用戶通過消費行為表達對 IP 的喜愛，品牌則成為這種情感表達的載體。一旦用戶從旁觀者變成了推動者，品牌的營銷動作就不再是單向的推送，而是被用戶需求拉動的回應。這種關係的重構讓聯名具備了植入永遠無法企及的社交裂變的能力。一款聯名產品的推出，本質上是一次社交貨幣的發行。當名創優品打造白日提燈線下主題店 Just Photo 上線限定主題大頭貼，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產品本身，更是一個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展示的身份標籤。稀缺的周邊、限量的款式、獨特的包裝，都在制造一種錯過即損失的緊迫感，驅動用戶自發傳播。這種傳播不是廣告投放能夠買來的，而是來自用戶對 IP 的真實熱愛，影響力遠超任何付費推廣。品牌商業邏輯的深層轉變。但真正讓品牌從被動曝光轉向主動聯名的，是商業模式的根本性變革。在傳統植入模式下，品牌支付廣告費換取曝光量，品牌與劇方之間是買賣關係，合作隨着劇集播完而終結。而在聯名模式下，品牌與劇方成為合夥人，雙方共同投入資源，開發產品。瑞幸為聯名飲品投入研發和渠道，名創優品為主題門店投入設計和運營，銀泰百貨為快閃活動投入場地和客流。每一方都在貢獻自己的核心能力，也從聯名中獲得各自想要的回報。這種合夥關係改變了雙方的合作邏輯。對於品牌而言，與影視劇合作不再是一次廣告投放，而是一次產品創新和渠道拓展。一款成功的聯名產品可以成為品牌的新增長點，一場成功的聯名活動可以帶來新的用戶群體。對於劇方而言，聯名也不再是賣廣告位，而是開發 IP 價值。聯名產品的銷售分成、主題門店的客流轉化、快閃活動的話題熱度，都成為劇集商業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更重要的是，聯名模式讓品牌與劇集的合作週期被大幅拉長。植入的生命週期以天計算，劇集播出期間的曝光就是全部，而聯名的生命週期可以延續數月甚至數年。一款受歡迎的聯名產品可以持續銷售，一個成功的主題門店可以長期運營，一場有影響力的快閃活動可以反覆複製。這種長尾效應讓品牌的投入回報更加可觀。所以14家品牌選擇以聯動的形式與白日提燈合作，因為植入解決的是認知問題，聯名解決的是認同和轉化問題。在流量紅利見頂、用戶心智稀缺的當下，品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曝光，而是更深的關係。愛奇藝高級副總裁張航曾在2025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上談到，每一個觀眾看完了劇集都會和劇中角色產生很強的情感連接，但是這部劇播完了以後連接就斷掉了。如何讓這種情感連接持續下去，甚至在線下創造新的消費場，是行業需要長期探索的課題。而白日提燈的14個聯名品牌看到了影視劇 IP 價值的底層邏輯正在改變，看到了聯名模式正在成為品牌與內容合作的主流形態，更看到了搶先入局的紅利。品牌試圖通過聯動讓 IP 的連接在劇集之外延續，讓觀眾的情感投射在消費行為中落地。從播出後借勢到開播前壓住，從劇內植入到全域滲透，從單向曝光到雙向賦能，支撐這場跨越的是品牌對內容價值的重新理解。